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文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有小伙伴说想看我做古巴大龙虾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万能的老板帮我找一只最大的古巴大龙虾。起先呢，老板已经打电话给我，说是找了一只全市场最大的大龙虾。走，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。老板，大古巴龙在哪里啊？多大啊5斤多啊？5斤多啊？这只吗？最大的。最大的？对。没有更大的了？更大的，很难找。很难找。目前为止就只有这只比较大。这一斤卖我多少钱？卖340啊。340。对。为什么现在龙虾都这么贵啊？便宜一点了，300块钱了，拿走。330了，少说了给你们。啊？不要说了，330了。哦。说多了也没意思啊。啊，也行，拿出来称一下。这只最大了。对啊。哦，多少斤啊5斤7。5斤7，打包，来呀！都没有10几斤的古巴龙要搞一只来呀。难找到，要找一下。这龙虾果然熬不过大冷天啊，提回来就放了2、3个小时，就快睡着了。你看。不管我怎么欺负它，它都只是微微的动一下，它都不想反抗了。因为古巴龙是暖水性龙虾，所以这种龙虾在冬天很难养，就算在水族箱也都懒得动。前2天我在逛海鲜批发市场的时候，看到老板那边又到了好多种暖水性龙虾，比如密毛龙虾、长足龙虾以及杂色龙虾。然后今天过去的时候，看到那些龙虾大部分都已经睡着了，所以吓得我赶紧把这只古巴龙给踢回来了。可惜还是快睡着了。今天这只龙虾它也没什么特点，就是颜色是古铜色的。其实所有的龙虾它在外观上都没什么差别，就是颜色有一点点的差异。你要说口感跟味道的话，我做过那么多的龙虾，除了巴西龙以外，其他龙虾煮熟后它的口感都差不多，味道的话也都是来自外部的调味料。不过我听说古巴龙它的营养价值特别高，它的肌纤维也特别细嫩，据说它的性价比超级高。所以呢，今天准备来试试看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么鲜嫩美味。那么趁它还有最后一口气，准备送它上路吧。先给它冲洗一下哈。哎呀，水冲一下又活过来了，还会叫。可以啦。哇，又是熟悉的动作啊。哇，这肉好大哦。你看这个龙虾还没有死透，水就凝固了，跟果冻一样，无敌了。它这个肉跟虾一样，也是古铜色的。那剩下这个龙虾头，给它放到冰箱去，明天又够我舒舒服服的吃一顿了。龙虾肉先给它用开水稍微的烫一下哦，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过一下冰水，这样子它肉很好取哦。同时这个龙虾肉也会变得更紧实 Q 弹。接下来把这个肉给取出来。哇，这烫过的皮真的是好剥啊！这个也都直接往下剥了，连这个尖齿里面的肉都挖出来了，完美搞定。这是我目前为止剥过的最漂亮的一条龙虾肉了。把这个肉分成2半哈，爆开了。这一条是它的虾线，要把它取下来。OK， 终于处理好了。那我们今天来做2种做法哈。那这一条呢，我们来做香煎哈。那这一条我们直接来焗。这个焗的先给它切一下哈。来调点焗的酱，桂冠沙拉、丘比沙拉、炼乳、柠檬汁、青芥末、芥末籽、烧汁，最后再来一点荤蜜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这个搅拌均匀后，给它装到这个裱花袋里面去。OK， 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把这个龙虾肉给烤一下哈。哇，这个烤的好香啊！它真的差不多了，有点焦香的就可以了。然后挤上刚才我们调好的酱汁，差不多了。再撒一点点马苏里拉芝士，多给它撒一点，撒均匀一点，等下才能拉丝。可以了，上锅烤。烤箱预热差不多了，上下230度的火烤10分钟。接下来做一下香煎了，先来一点黑胡椒碎给腌制一下，这一面也来一点，再来一点盐巴，给按摩一下。换一面，可以了，上锅煎。锅热倒油。龙虾肉给它下锅煎一下，给它翻一面，来几片百里香蒜片，再来一点黄油，黄油不断的往这个虾肉上面去浇啊，这样子等下这个龙虾就非常的香。可以了，好大一块呀，出锅。这龙虾太大块了，被我切成小块，给它摆一下盘，绿油给它点一点，迷迭香、火红苗。芹菜苗，再来点石螺草，迷迭香给它烧一下，可以了，烧一下有香味就可以了。哎，龙虾放上来，再点一点点花花草草就可以了，完美。哇，
这个百里香跟迷迭香一起烧一下，好香哦。俱全啊！今天又是2道非常精致的龙虾做法。我们先从这个焗的开始品尝哦。如果凉掉的话，它这个就拔不了丝了。先给你们整一块哦，果然拔不了丝了，凉掉了，好大一块啊！粉丝先吃，这个太香了，把82年的青红酒都给漏了，赶紧给补上哦。先整一杯82年的青红酒压压惊呀。哇，这个芥末点的非常的到位。这个肉有点偏硬了，可能是化凉了，而且还不会拉丝了。不过这个味道是真的给力，酸酸甜甜的，还带有点很上头的芥末味。这个吃的太上头了，这个是西餐跟日料的结合体，加了点芥末跟烧汁，都是日料用的。哇，非常完美。那这一块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哈。我个人觉得这个龙虾的口感超级好，很紧实弹牙，可能是我表面的那一层筋膜没有去掉，然后咬下去的那一瞬间爆开的感觉真的超级无敌的爽。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香煎了哈，香煎的这个也有一点点凉掉了。很香，唯一的不足就凉掉了。刚刚煎出来的时候，我在切的时候偷吃了一块，真的非常的好吃。加一块这种尖椒的蒜片，应该会更香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这种炸过的蒜片，焦香的，搭配上这个龙虾肉，真的无敌了。好香啊！再来一块，剩下一块留给我们的摄影小哥，他的眼泪都要从嘴角流下来了。这个龙虾肉真的好脆爽哦！果然是吃肉不加蒜，香味少一半。OK， 那我们下来做个总结。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个龙虾的口感非常的适合我，特别是那道浩哥教我的西餐与日料结合的焗龙虾，味道真的非常的棒。接着就这道香煎了，刚刚煎出来的时候非常的香，凉掉以后它的口感跟风味是差了很多，所以我们吃热食一定要趁热吃。今天的这只龙虾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。那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